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由大金秀仪撰写的《到临终时才意识到人生中重要的33件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被各种琐事和人际关系束缚着，每天都要忙于琐碎的工作，为人际关系烦恼，花费大量时间在这些事情上。然而，无论科学和医学如何发展，人类终将面对生命的终结，因为每个人最终都会死去。很多人在临终时会后悔，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他们却忽视了这些重要的事情，导致在临终时感到懊悔。因此，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人生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记住一些绝对重要的事情，以避免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产生遗憾。今天的内容如下：第一，健康迷们需要注意的3件事，确保在临终时不后悔；第二，临终时才会意识到的人生重要的3件事；第三，绝对不会后悔人生的5种生活方式。现在让我们放松心情，一起愉快地探讨本书的内容吧。首先是第一点，健康迷们需要注意的3件事，确保在临终时不后悔。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会首先介绍在临终时确实会后悔的3件事情，然后逐一进行详细解释。健康迷们在临终时确实会后悔的3件事情：1. 对健康过度关注；2. 过分追求财富；3. 只追求竞争却忽视重要的事情。接下来让我来详细解释这3点，并且逐一阐述清楚。首先是第一件事，对健康过度关注。死亡时一定会后悔的第一件事，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意外。很多人在临终时会后悔追求健康成为生活的重心。观看本频道的各位可能对健康非常重视，因为健康是我们幸福的基石。追求健康本身是没有错的，但这种过度执着追求健康，有时会导致人在临终时产生后悔。人生是残酷的，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如何追求健康，我们终将面对各种疾病，并最终死亡。这是生命的定律。即使我们努力追求健康，但无法一直保持健康直到死去。当然，大多数人在失去健康后，会后悔没有更多的关注健康。但作者也指出，过分神经质的追求健康也会让人感到困扰。你们当中是否有因健康检查发现异常而开始调整生活习惯和身体的人呢？这种做法固然值得称赞，但过度关注健康是否让你忽略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呢？作者作为医生，曾经有一位患者就是这样的例子。那位患者每天努力去健身房锻炼，看到镜子里与年龄不符的不可思议的结实肌肉时，感到巨大的成就感。然而突然间遭遇了挫折，开始感到腰部疼痛，经诊断发现是恶性肿瘤。这位患者过去为了保持健康而努力锻炼，但现在却面临住院的可能性，对失去已经建立的身体感到恐惧和挫折。癌症患者体内的肌肉不断分解，由于免疫细胞释放的炎症物质导致蛋白质和脂肪分解速度超过营养补充速度，这种症状被称为癌性恶病质。目前尚未完全了解其原因，也很难进行完全治疗。一旦受到影响，无论摄入多少食物或进行多少运动，肌肉都会不断流失。最终，这位患者意识到过度关注健康，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我认为健康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不追求也会后悔，过分追求也会后悔。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接下来是第2件事，过分追求财富。没有足够的金钱，意味着必须过着拮据的生活，这是肯定的。理想情况下，应该随时有足够的金钱储备。然而，金钱难以把握的原因在于，当有钱时，我们可能会挥霍无度，结果在真正需要钱时却没有足够的收入。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众所周知，我们无法把金钱带到死后的世界，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在死后都将受到同等对待。作者曾遇到过一位富有的 A 先生和贫穷的 B 先生，两者形成鲜明对比。A 先生拥有巨额财产，
但家庭关系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紧张。据说 A 先生因为亲戚经常觊觎其财产，每次家人来探望时都面露厌恶之色。尽管本想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光，但因为财产问题不得不被迫住进医院。尽管拥有巨额财产， A 先生最终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 B 先生患有晚期肺癌，尽管使用了高额医疗保险，但治疗费用不断增加，最终因疾病而陷入贫困。B 先生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B 先生说他的儿子是他的珍宝，想要给他留下一些钱。与之相比， A 先生虽然拥有巨额财产，却不愿意给亲戚一分钱，这展示了两者之间鲜明的对比。A 先生过分追求财富，最终不幸离世，而 B 先生虽然财富较少，却在幸福中度过余生。金钱虽然重要，但富有并非总能带来幸福。同样，贫穷也不总是不幸的代名词。过于追求财富可能会导致不幸的结局，即使获得财富，也可能不会幸福地度过晚年。接下来是第三件事，只追求竞争，却忽视重要的事情。人类常常因为竞争而不择手段地向前进，然而这种竞争心态会让人充满怀疑和不安，担心被他人击败。受此影响的人会不惜一切的工作，希望不输给他人。这样的人通常工作到很晚，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相处。然而，这种不顾一切追求的生活方式，一旦面对疾病，就会轻易崩溃。长期忽视家人和朋友的人，一旦住院，他们的孤独和悲伤将变得非常明显。其他病房都有探望的人，唯独这个病房没有人前来。在工作场所也是如此，除了工作关系外，没有其他人际关系。多年来忽视家人，因此他们也不会来看望你。最终，你将独自一人在病房里离世。这样的结局肯定是令人不快的，对吧？一个人的人生是否美好，取决于临终时是否觉得自己活着的时候是件幸事。如果你孤独的离世，没有任何人来探望，你会认为自己度过了美好的人生吗？过度竞争的人生在临终时将一无所有。如果你过分努力工作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事物，现在是时候停下来，深思对你而言真正重要的事情了。接下来我将继续解释第二点，临终时才会意识到的人生重要的三件事。我们已经讨论了这本书中关于临终时后悔的负面内容，但是死亡并不只是导致后悔的时刻，它只是让我们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刻。因此，我想要向大家介绍人类在临终时才会意识到的三件事，分别是：一、不需要过度追求美容或健康；二、不需要过分追求梦想或目标；三、在这个世界不需要留下任何东西。我将逐一解释这些内容。首先，我想解释一下第一件事，不需要过度追求美容或健康。在临终时，人们会意识到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不再需要过分关注美容或健康。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保持健康或注重外表，老年终究会到来，而且是迅速而无情的。随着年龄增长，疾病会频繁袭击我们，例如颈椎病、腱鞘炎、膝关节炎等。特别是对女性来说，更年期障碍是一道巨大的挑战。此外，身体健康问题也会影响心理健康。抑郁症据说在50多岁时急剧增加，60多岁则面临认知症风险增加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人会对健康感到沮丧，尤其是那些一直注重外貌和健康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老去时，可能会感到震惊，并因此而退缩。总之，老年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这会带来很多的失落感。如果我们将这种失落感视为消极，那我们的人生将会持续走下坡路。从20岁到30岁达到巅峰后，剩下的几十年可能会变成一段单调而沉闷的人生，一路跌落下去。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失落感转化为积极的态度，会怎样呢？年轻时的肌肉健壮和外貌出众固然是好事，但那只是年轻时的价值观。一旦年岁增长，我们就需要改变价值观标准。
这其实是一种解放。不要认为无法再做以前能做的事情是一种失落，而是要看待为了轻松自在而放下年轻时代的包袱。通过放下沉重的负担，我们能够继续前行。老去意味着失去很多东西，但也意味着获得年轻时没有的许多东西，这是我们经常忽视的。我们通过失去才能拥有接受衰老的宽广心胸，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心境。通过这种转变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妨像欣赏樱花飘落一样，积极看待衰老的过程。因此，对于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们可以更加乐观地重新审视衰老的过程，就像樱花飘落一样美丽动人。接下来是第二件事，不需要过分追求梦想或目标。请问大家，你们现在是否拥有自己的梦想或目标呢？当然，如果有，那是非常棒的事情。您可以继续朝着自己的梦想或目标努力前进。然而，即使没有梦想或目标也没有关系，不必为此感到遗憾。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拥有梦想，这也是我们在临终时才会意识到的第二个重要点。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经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的时代。因此，有时候会觉得对梦想和目标的追求被过分美化了。然而，幸福的形式因人而异，并不仅仅是朝着梦想和目标努力就能获得幸福。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欢乐，也会经历悲伤。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有一天我们无法再继续全力奔跑。那时，曾经追求梦想的人会比较过去和现在的自己，陷入失落感和虚无感之中。然而，要想真正感受幸福，重要的是珍惜当下，不要被梦想所困扰，而是要解放自己，走出梦想的桎梏。这对于人生的最后阶段至关重要。当我们的生命之舟迎风前行时，风将成为推动我们向明天的动力，让我们感到愉悦的前行。但如果沉浸在辉煌的过去中，那只是在追忆，而非梦想。集中精力于眼前的事物，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才能真正带来内心的满足。接下来是第三件事，在这个世界不需要留下任何东西。请问大家，在面对死亡时，你们是否希望留下些什么呢？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因为我们意识到，不仅是自己，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也会消失。许多人努力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然而作者说，我们其实不需要留下任何东西，即使留下一座豪宅或一笔财产，最终我们还是会被遗忘。即使是在伟大的人物，一旦离去，很少有人会继续登上他们的位置。我们像被急流冲刷的小石子一样，慢慢被磨损成沙子，最终消失在命运中。对于这样的人生，是视为虚无还是美丽，取决于你的心境。据说，作者在陪伴一个患者度过最后时光时，那位患者说，人生就像一棵大树，大树从小树开始成长，并向空中伸展枝条。随着时间推移，大树变老，枝条凋落，叶子消失，然后大树最终枯萎，归于土壤。不久之后，曾经矗立的大树将被人们遗忘。这并不意味着虚无，大树只是以前活在那里，并没有想要留下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初什么都没有，即使没有明显的痕迹，那棵大树也曾活过。我们生活的事物终将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但我们活过的事实永远不会消失。如果这样想，一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人生反而更加令人感动和美丽。接下来我将继续解释第三点，绝对不会后悔人生的5种生活方式。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人生最后会引起遗憾的事，以及在临终时才意识到重要的事。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是否会在临终时后悔，取决于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最终，我们是否能够在临终时感到满足，取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充实程度。因此，在这个视频的最后一部分，我想总结一下5种绝对不会后悔人生的5种生活方式。先让我概述一下这5种生活方式。1、接受不合理
和荒谬的命运。2. 停止思考活着的意义。3. 解脱自己对性欲的执着，过上自由的生活。4. 消除对死亡的恐惧。5. 停止比较。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每一种生活方式。首先是第一种，接受不合理和荒谬的命运。作为医生，作者参与了许多人的临终经历。他说，人们往往会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死去。在作者所在的大型医院里，因为患有严重疾病而丧命的人络绎不绝，即使是年轻人也不例外。观看这个视频的各位可以说非常幸运，因为我们都是健康活着的。然而，也有很多人因为无法活到你们现在的年龄而去世。这些人是否有问题呢？不，事实并非如此。长寿或早逝只是纯粹依赖运气而已。那么，为什么人会死去呢？即使患上癌症，早期发现而得救的人也有，但也有被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的人。有些人虽然及早接受手术，但癌症仍然复发。也有多次接受手术但最终得救的人。人们常说某人由于心理坚强而战胜了癌症，但作者表示这种说法只是事后评判。即使心态消极的人也有长寿的，反之，即使努力向前也有短命的人。归根结底，人生的答案取决于运气。人生中有太多依赖运气的事情，以至于将不合理归咎于个人责任是极为残酷的。如果没有天生的才能，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成为爱因斯坦。同样的，如果没有天生的幸运，无论多么积极向前努力，我们也无法长寿。当然，出生环境也是一种运气。出生在一个和平国家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在某些国家中，孩子可能会被用作自杀恐怖袭击工具，沉溺于药物或被训练成士兵。这样的环境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使遗传上拥有健康强壮的身体，在那样的环境中也可能导致短命。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由运气支配的不合理世界中，我们能做的只是接受这个世界的荒谬和运气对我们的影响，因为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们对待这些的态度。人类的死亡率是100%，无论一个人有多幸运，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死亡。因此，提前做好死亡的准备，并接受运气的冷酷不合理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些前提，建立自己的人生。这样一来，我们会更加意识到享受生活的重要性，而不是只顾着将来。如果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觉得可以死去，那么这才是过上充实人生的真正方式。接下来是第二种，停止思考活着的意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为了什么而出生？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即使古今东西的哲学家们也一直在苦苦思索，但至今尚未解决。我们生来的目的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些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尽管我们明白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解答，但我们仍然是在寻找自己生活意义的动物。因此，我们会为自己设定一些虚构的高尚目标，将其打造成当前生活的意义，以此来掩盖生活的残酷真相，即生活可能没有特定的意义。许多人会通过相信自己有特殊使命或实现伟大目标来逃避这个残酷的现实。他们努力忘记这个毫无意义的残酷真相。然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而已。生活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或理由。对于这种生活的感受是虚无还是快乐，取决于个人的心境。因此，将人生看作一场壮大的消遣又何妨呢？我们是否被告知要充分享受赋予我们的时间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尽情享受这场壮大的消遣就足够了。通过这种看待方式，我们可以摆脱对目标和生活意义的困扰，接受生命中本来就没有明确意义的这种现实，从而放松身心，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接下来是第三种，解脱自己对性欲的执着，过上自由的生活。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满足性欲确实带来巨大的快感。当我们参与与快感相关的活动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
以正常情况下的多巴胺分泌量设为100为基准。据说享用美食时，多巴胺的释放量约为150左右，饮酒约为150至200之间，吗啡则约为200左右。而据说进行性行为时，多巴胺的释放量超过200。换句话说，满足性欲比饮酒或吸毒更能带来愉悦感。当然，作为高级动物，我们对令人愉悦的事物有依赖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成为性欲的俘虏，正是执着的根源。你是否因为对异性的执着而产生过憎恨呢？憎恨也是执着的一种表现。通过满足性欲，我们放大了自己内心阴暗部分的感受。可以说，人类是快乐物质的奴隶。要摆脱这种执着，就必须切断性欲的根源。只有摆脱性欲的依赖，我们才能解脱大脑持续释放化学物质的控制，达到内心自由。如果想要让自己的临终时变得美好，就要尽早放下性欲，解脱执着，达到内心的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过上充实的生活。接下来是第4种，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当然，谁都会对死亡感到恐惧，谁都希望能长寿，保持健康。但正如之前所述，我们人类的死亡率是100%，无论多么富有或健康，死亡都是无法避免的。对于未来消逝的恐惧，除非极端信仰宗教等情况，否则无法消除。恐惧本身是生命重要的防御机制，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我们早就不存在了。但作者提到，有些患者能够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患者原本非常害怕死亡，被称为健康狂，比任何人都更注重健康。但有一天，这些患者突然生病，突然间对死亡的恐惧变得无关紧要。人们都明白每个人都会死亡，接受这个事实后，他们便能够放下恐惧，害怕必然发生的事情，岂不是浪费了更好的人生吗？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活在当下，让自己沉浸其中，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忘记死亡。这正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方法。接下来是第5种，停止比较。这是一种必须彻底放下的方法。在我们人类的烦恼中，大部分都源自于与他人进行比较，因为和他人比较财富，就会担忧钱不够用；对现在工作不满意，就是因为比较薪水或职位高低。我们人类很难感受到绝对的价值观，更倾向于相对看待事物，这就催生了比较心态。比较不仅会激发我们进步的积极力量，也会导致贬低他人的消极情绪。比较不仅会影响到自己，还会使他人陷入不幸之中。大家是否把宝贵的生命时间都花在和他人比较中了呢？但死亡是每个人都平等面对的，无论我们过去如何与他人比较，竭尽全力超越，但当面临死亡时，这些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真正不会后悔的生活方式是不再与他人攀比，全心全意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在生命最后才能真正感受到活着的美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